Hello，大家好，我是范范啊。今天这期攻略给大家做了一期3000以下有轻机的攻略，对吧？之前没有轻机怎么反打的攻略已经做过了，但是呢，肯定是有轻机打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对吧？有轻机的话呢，3000以下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练度，无脑翻一套阵容去上3000。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打这个号战绩，对吧？就从2600多一路上就直接10连胜上3000啊，打的也是比较轻松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一个阵容啊？就是就是这一套，阴阳师神乐啊，然后一个火灵的不知火啊，轻机啊，化金小白，这前4手是绝对固定的。最后一手呢，如果你不想换翻牌，你可以固定翻化金啊。如果你想翻的有针对性呢，你在打对面是那种明显的双拉输出队伍的时候，或者黑镜队啊、叉级队的时候啊，你翻一个研磨。然后对面如果是鬼通丸队啊，那你可以考虑翻一个星熊。如果对面是一些白日坐地或者翻金鱼机的，你可以考虑预言。但是你不高兴换队的话这个就用阵容9一套这种打上3000也是没啥问题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御魂御魂。好，先看一下不知火。不知火的话就是一个火灵火灵130速度左右这个深攻爆伤就可以了，暴击的话也不需要像他这么高暴击有个70也够了，这个不重要。然后轻机的属性呢是一个招财的一个速攻，你这一套速度尽量让它去快，但是我觉得这个及格线呢245也可以了，你甚至240出头一点也可以比对面化金快就好。其他的话就是最好比鬼盾快，做不到的话就比化金快，对吧？就最好的招财的资源是给他的然后2个化金，一个招财，一个木魅，都是速攻，然后速度的话240左右240左右，这个243也还可以吧，就240上下就可以了，最低不要低于238，或者说你2个化金有一个能做到238以上，另外一个不行就不行了没关系。然后最好的御魂是一个招财和一个轮入道如果轮入道做不出来呢，就去做一个木魅但是肯定是轮入道好一点的，这个号主轮入道做不到这么快就算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白的话就招财速度的话215其实就够了，这个还偏快一点，215的一个招财速生就可以了。然后生命的话尽量高一点这个我觉得及格线可能2万1、2万2，你这个至少得有那这样一套属性的话上3000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看完这里觉得学不来呢也问题不大，因为你看这个配置是全胜上的3000分如果你的配置不如这个号志差蛮多的话呢，那你60%、70%上个3000分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看对局。来看第一局就是我前面说的离青白金金这样一个阵容。那这个阵容其实在明示以上的细节比较多，比如说化金的配速包括这个小白的配速御魂，包括有些卡速的因素，包括持家给谁小蛇给谁会比较复杂那这些东西我会在后面的3000以上的攻略再给大家慢慢提这期的话因为是3000以下，所以我觉得应该不需要说这么细节的东西，我就来给大家简单的教一下这个队伍的操作那这个时候轻机的小蛇就给对面的轻机就可以了大家记住对面也上了对面没有化金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小蛇最好是给对面轻机，因为对面输出最高的应该就是轻机了，对吧？我们的愿就是要上给对面输出最高的单位，这样的话让他的输出会降下去，包括后面有机会开降骨之孔再跟大家说降骨之孔就是轻机的2技能和3技能的问题。开场小蛇放给轻机，然后有的时候可以放给化金那这局没有化金就放给轻机，后面的局我再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小蛇要放给谁的问题。那这局的话呢，我们这边是双化金，我们的持甲伤害是可以稳定的。对面的小松丸一个是没有招财的话，好像对我火会不太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这边化金和轻机其实都不是特别怕被小松丸踩掉的对面这个队伍的话，可能是针对一些我这边也翻金鱼机，或者翻了日和坊或者翻了一些比如说星熊之类的控制，他用小松丸打可能不错，但是我这边直接上双化金呢，他就有点难受你看一下这回合小白没有长血，为什么我没有被金鱼机奶到，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刚轻机的回合给他小白打了一下降骨之瞳。大家操作的时候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点，就是说你的小蛇给轻机，让他去降攻击力，包括降速度，对吧？破防但是你的3技能你要注意一下，3技能的话对面有小白3技能是建议给小白的，就是没有化金的情况下，3技能是建议给小白，这样的话走到小白的回合他就奶不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小白破掉
对吧？像这种小白对小白的对局呢，就是比谁先把对面的小白拆掉，基本上，先把对面小白拆掉的就会有很大的优势。对面的话就把小蛇套给我这边的小白，但是他没有化金啊，只靠鬼吞和轻击2个人来打我的小白是非常非常吃力的。对吧？这一局呢，其实放在第一局的话，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啊，同样是小白加轻击的队伍，你带不知火化金肯定是要比带鬼吞要好一点的，甚至高分段有些对局，它就是比如说，它也不一定是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扮研磨，对吧？他也不一定是玩蛇月，他可能就是把你的鬼吞骗出来，然后去玩他自己去玩一个轻击小白队啊，其实就是上鬼吞会比较亏一点。我们再来看第2局，虽然我前面说是无脑一套阵容，但是打蛇月队我们肯定要稍微变一变，对吧？打蛇月肯定要稍微变一变的，打蛇月的话就是就其他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一套阵容不变啊。打蛇月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变一下，那高分段的打蛇月，那一般是办掉研磨或者办掉小白，对吧？那3000以下你这2个式神他都不能办，那我们就果断一起放上来。虽然我这个队研磨没有他研磨快，小白没有他大蛇快。但是问题不大，我们上研磨就是为了让他的研磨压不了我其他人，只能压我研磨。然后小白比大蛇快，比大蛇慢呢，这个是因为这一局的时候御魂有点问题啊，小白肯定是要比大蛇快会好很多的小白比大蛇慢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对面开了剑域，你的小白在开梦山虎影呢，像我这边星熊等会儿在掉下来的时候就会受到很高的伤害，因为没有小白的这个保护的作用，因为小白的结界是后开的。那如果是小白的先开了结界，然后大月丸再压我星熊的，那我星熊其实这个受到伤害是小白是可以分摊掉一点不是分摊掉，也是可以那个就是减伤的有个减伤的效果在，这个是区别。但是这个局呢，就算他把我的星熊直接关死这个还是有的打，但是会稍微惊险一点。对面还是很注意带了个棒金，怕我这边偷花那我是觉得其实打蛇乐队我是不太喜欢偷花的，因为大部分都会带棒金，你实在是偶尔碰到一个不带棒金这种头铁的，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赌这个概率没有太大的必要。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再拉一下研磨，对吧？再拉一下研磨，然后我们这里把他的大月丸压住不要再让他血战。因为这边血量已经挺低了，把它压住。虽然他后面的回合也就小蛇喷一口加神乐这边有一个回合了，但是还是稍微压制一下，不然的话我这个血线再低这个全队血线再低就会有点危险。开伞 OK 没有问题。小蛇一喷，对吧？我们的话就是大蛇他已经无敌了，那我们争取把他的轻击干掉。那还是会那我有轻击，他没轻击了，然后我这边他大月丸变小蛇，那我们这边就是优势还是可以有的，对吧？然后到大月丸的回合，这里注意一下，对吧？这里的话就是白字是斜战这个垒的伤害，黄字是第一下砸下来剑域的伤害，黄字4万多，这怎么能活下来，对吧？但是你如果小白先开大的话，就不可能这么高。那如果这个时候星熊能活着回来，你看我这边如果星熊能活着回来，那这局就更稳了，对吧？但是就算没回来的话呢？这个也是可以打的，所以说我这局我觉得是就是卡池是一方面，这个从御魂角度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超低配打蛇月的办法了吧，对吧？我也不要用研磨去跟他抢一速，甚至说小白还比他大蛇慢也能翻的，这个我觉得就问题不大了。这边的话是他的轻击被打掉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剩下就是要果断去拆他的大蛇就 OK 了他这边有个研磨，还可以去限制一下我这边的就是输出，看他怎么考虑了压不住火没有压住，但是我星火满天也开不了，那就继续打蛇月的话，这个时候肯定是要集火拆这个大蛇了。OK， 他这边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去点我的小白，就点研磨，然后把小白这边给拆掉。好了，他再给了大蛇一下，那他大蛇最后变一个不知火就可以进小蛇了。我们这边就要比一下我们这边的轻击和对面的大蛇就是大蛇先死，还是我这边轻击先把他的血给烧掉。好，再到轻击给他减防虽然说比较难，但是
我们这边清机的速度也是很快，因为清机的话，把对面的清机这个干掉以后是吸它的属性的，所以说现在的速度非常快。神念之影，那这砸下来小白和研磨基本都没了，但是清机还在，因为清机很肉，对吧？一个3火上去，这个3技能的效果呢，打在对面身上，一个是他本来就会，就是会让他的大蛇加不了速，对吧？因为有小蛇的情况下，这个小蛇是可以给大蛇加速的，也可以给大蛇奶，但是呢，你这个降骨之瞳上去啊，这个大蛇可能就每个回合它会受到一个伤害。你看它这边虽然变成了阴阳师，但是还有一下伤害，对吧？连续2下伤害就直接把这个大蛇烧掉了，史上最悲催的变蛇选手啊，这个就是好不容易熬到大蛇变阴阳师了，结果刚到了阴阳师的位置原地爆炸，这个其实就是清机的这个每回合上的一个剑伤的效果，包括现在可以看到左边的2条小蛇头上还是有这个标志，对吧？就是清机你用小蛇挂的单位死掉以后，小蛇吸回来，你的3技能就会得到一个强化，强化以后的3技能你开出去以后呢，所有这个它对面的单位就会有一个3回合的怨火的伤害，到回合就会炸一下，这个是间接伤害啊。如果说它的防御已经被破到0的话，那就必然出爆。所以说经常会看到这个清机的3技能去突然把对面不知火炸掉的情况。如果大家呢，如果是比较偏门性的玩家，清机还是不太会用的话，我之前做过2期的攻略，一期是官方的一个攻略，官微的一个预告，就是清机的使用方法，我之前那个看我 B 站或者微博上都有传过，还有一期是比较自己发的一个比较口语化一点的一个攻略，就是可能是清机的一些实战怎么操作啊。当然这期攻略我也会这个，如果就是会结合着对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3000以下我打下来，我感觉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上了清机，但是是死抄一个阵容，但是其实操作方面有很多问题的。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小蛇叠毒啊是蛮厉害的。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个点，就是说大家就是我打蛇月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它那个大月丸是哪一条蛇，因为大月丸的那个小蛇它输出非常高的。大家就是如果在后期在打小蛇的时候，肯定是优先拆大月丸变的那条蛇，不要去拆其他的小蛇，对吧？这个要稍微记一下，不要全变小蛇了以后你忘记它哪个是大月丸了。好，然后我们再看一局，那又回到我们这个常规队，对吧？离青白金白金啊，翻牌顺序的话，第3个手一个招财化金，第4手一个小白，第5手再一个木魅化金啊。其实最好是轮入道，轮入道的话，有的时候你劣势局你一个轮入道触发直接翻过来，对吧？所以说轮入道还是不错的，虽然概率20%，但是经常可以救命啊。我也经常被对面一个轮入优势局被对面一个轮入道翻牌。就说你玩化金的话呢，比较理性的打法是一个招财一个木魅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化金的就不知火的结界是会加速度的。然后化金内战的时候呢，如果你化金在后面的回合可以先到回合，你先把自己的持家打掉，打完了再到对面打呢，那你这个可能就是你可以先把对面灭掉，对吧？所以说化金的话速度蛮重要，那速度怎么攒呢？一个招财给自己打火，一个木魅给对面扣火，这样的话你的总体速度就会比较快。那化金内战你速度快呢，肯定是有一些优势的，对吧？那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对化金的卡速包括化金的操作没那么熟，那我还是建议你去带一个轮入道，因为有的局啊，你即使对面卡速卡得很完美，包括这个翻牌或者翻牌有压制，你触发一个轮入道就直接能翻盘，这个就是化金局比较我自己比较不喜欢的一点。然后对面这个局呢，就是对面一个化金，然后再加一个鬼头丸，再加一个云歪镜，看似有输出有拉条还不错，但是其实的话呢，这个队伍跟双化金打还是稍微吃力一点。我们这个3火拍上去，到对面鬼头丸。鬼头丸的话，对面这个鬼头丸其实这个锁神乐有点没有看懂。包括他这个云外镜会给这个，如果有反击的话，他可能是想触发神乐的跳吧，然后给他镜游回血了，那也没太大问题。但是给神乐的话，他就是只能拆我一个小白，打到后期还是会有点难受的。对面这个阵容好像是我之前发的一期没有清机怎么反打清机的一个打法，虽然不一定是抄我的，但是阵容是
推荐的那个阵容啊。其实那个阵容这个阵容要打我现在我这个攻略这个阵容，其实有的打，但是操作就鬼头丸的操作方面需要注意。好，那我们这边的操作呢，就是一个化金给自己持甲，另外一个化金给不知火持甲啊。这个怎么套持甲？你看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不然的话你这个持甲会少打掉一点伤害。首先你化金的速度我尽量保持240以上啊，240以上，然后就是你第二轮的时候，第一轮就平 A 2下把2下持甲打掉，第二轮还剩一个持甲，一个化金给自己叠持甲，另外一个化金把持甲给不知火，这样的话可以在第二轮打出很多下持甲，对吧？如果你不套的话，那第二轮只能打2下持甲，就算上神乐拉的一下就4下持甲，这个不划算。然后对面这个对面这个化金呢，给他的鬼头丸套了一个持甲，但是感觉已经没什么用了。这边的话就是这个化金第二轮的这一波伤害是输出节奏非常高的，很难扛住。然后包括青姬也把这个属性吸回来了，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把鬼头丸的持甲打掉啊。但是他还有二状态，但是这个二状态没有问题。你看这个二状态其实输出不高的。他鬼头丸一定要给你挂了链子啊，给你挂了链子。你看你身上这个头上这些图标有个链子，它打的会比较痛一点。如果你这边头上没有链子的话，鬼头丸这个技能其实是输出比较低的。就点一下。竟然不夜。那我们这边的话。这个还是比较能扛的，问题不大，对吧？再到神乐，神乐现在只有鸣蝶了。OK， 这鬼头丸现在是隐匿的状态，隐匿的状态就是看他身上那圈红烟没有标志的，但是你要去看他的红烟啊。那这局的话也问题不大，对吧？你看我们就是翻牌很无脑的，然后这局又不一样了啊。这局的话就是刚给大家不是说了一个4+1嘛，对吧？开头给大家说的4+1，就是你不太想辩证的话，你看这局对面翻了个小宋丸，你翻双化金依然可以赢，甚至更好。但是如果你翻牌还是想有点针对性，最后一手稍微动点脑子的话呢，那碰到这种大蛇加上这个鬼头丸的这种队伍呢，上一个星熊完全是 OK 的。你的星熊啊，就算被对面的这个小宋丸压了一下，过了回合以后，它这个替魂和这个反妹的效果依然还在啊，这个是会对鬼头丸队有很大影响。对吧？像这边星熊已经被压掉了啊，青姬没有被压到，他应该是选定的是星熊，那剩下几个就比较随机一点了。像我这边的话就可以考虑啊，就青姬在对鬼头丸的时候，你可以考虑这个先不放小蛇，但是我这边还是先把小蛇给了不知火，就是你可以等对面的这个鬼头丸到了回合再去给他放小蛇，但是后面跟个大蛇，我觉得这个机会比较难抓，就算了。然后包括这个对面这个鬼头丸的速度偏快，你看我这个星熊插在中间，对吧？星熊插在中间，然后后面再到他的大蛇，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造成鬼头丸出隐匿啊。所以说他的鬼头丸其实速度要慢一点，再稍微慢一点，压得慢一点，或者大蛇速度提上一点会比较好。好，现在他上了2根链子了，对吧？一个是给青姬的，一个是给这个星熊的。再到神乐。去拉一下鬼头丸，像我这个队最后一手除了星熊以外的选择呢，也可以选一个鬼吞，因为鬼头丸队在打鬼吞加小白这种队伍的时候，比较累。像他这个队呢，我翻星熊可能翻亏了一点，但是还是有的打，因为青姬加小白的这个肉度还是绝对可以的啊。烈魂狂杀，现在我是3个链子啊，3个链子。我这边的话呢，就激活把他激活去打他的这个不知火。这个化金我觉得应该是可能要比较危险。那他这下都是暴击呢，我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叠一个体甲，对吧？加强一点生存能力，加上奶自己一口。叠一个体甲呢，这个就是说对面的鬼头丸这个出爆的伤害会稍微削弱一点。那这个时候青姬倒是死掉了，但是还是有的打，因为星熊还在，对吧？他的3下已经打完了。但是星熊还在啊，那就还有的打。
这局倒是正儿八经的，早早双化金就完事儿了的那种局。就是最后一手你有的时候，因为有的牌呢，你不是说你也不是说最后怎么翻都会有优势的那种，你最后一手还是稍微也要猜一下。这3000以下虽然说，阵容有的时候阵容不是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会翻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局，所以说像有些局你还不如想的少一点啊，想的多反而容易翻的有毛病，对吧？想的少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大蛇 ，OK， 然后我这一期视频呢，就是大家看到我这边，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标题党一个阵容不变？其实呢是这样的，我要做一个30分钟的视频，我虽然说我打的时候的确是几乎一个阵容不变上，但我不可能我做剪辑还做同样一个阵容，对吧？大家如果对这个一个阵容不变阵的强度有疑问呢，还是可以去翻一下我录屏组啊，就是最近。就这一天晚上打的直播都是有录屏的，看过直播的应该都对我这个阵容已经没什么疑问了。没有看过直播，而且觉得一个辩证上不了分的呢，没法那么效率上分的话，可以去看一眼我的录屏啊，都是 OK 的。对吧？像我的话做剪辑呢，我尽量去剪一些不一样的局啊，就是离清白双化金的局也不太想放太多啊，当时还是放了一点，对吧？其实这个局它鬼头丸，就是他要处理掉我这边的话，其实需要优先处理掉星熊，因为星熊只要活着他就会很难受啊。我们再看一局啊，这局的话又是离清白晶晶了，对吧？就怕你们觉得说，哎，我这个标题党，所以还是多放了几局。那对面这个阵容是最后一手上了一个玉圆，对吧？上了一个玉圆，这个玉圆呢可能是真女玉圆，但是，也不要去管它是不是真女玉圆，这个她是个日女，对吧？不要去管它，因为它最后一手如果上一个不是化金的东西，它除非上控，对吧？上控，比如说上一个睡猪，我不知道有没有的打睡猪会比较难啊，可以上一个比如说青鸡啊、鬼使白啊这种，都会好一点啊。如果去上玉圆的话呢，打我这个队伍是会比较难的。因为我2个化金拆他小白，他1个化金拆的肯定我没我2个化金拆的快，这个其实就是劣势。包括我后面的化金的转甲的操作，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对吧？这个就是化金，你第1回合就哈哈位过去砸过去，这个就随便砸一砸就行了。第2回合的话，记住啊，如果你有一个轮入到的化金的话，你要记住你哪个化金是谁啊？你非轮入到的化金，你持甲转给不知火，对吧？不知火后面打2下就可以去打出2下持甲的伤害。你轮入到的持甲选择给自己，轮入到触发直接3下持甲打完，不触发的话等后面神乐拉，还可以再等一次这个轮入到的机会啊。如果说你轮入到的持甲给了不知火，你再到自己化金的回合，你不尴尬吗？对吧？你听得懂我什么意思吧？像我这边的话就是一套节奏下来啊，这边的话再击封一个化金。当然这局的话因为比较稳了，所以说没有必要去转给不知火，就自己给自己叠就完事儿，对吧？就一波流清完了就。那单剩一个圆，真的没有太大用处。这边这个打的速度就让我在犹豫我要不要调个倍速，然后一看这局也差不多了，直接进理啊，他地藏的对吧？直接进理可以。我这边的话其实也不用去除，因为这个打也没了，这边这个预言这个下一锤子敲下去也差不多了。好，我们这边再开个三技能爱怨灼身啊。好，再到他的化金的回合，补提甲，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来个持甲，对吧？全部干掉。后面这个化金2下持甲伤害，再把这个化金干掉。OK， 对吧？这就是化金，这个就是不知火打不知火，两个不知火打后期啊，有提甲的可以赢，对吧？竟然不夜，但是问题不大。这就是后期的操作。你们有没有人就是玩不知火的时候，你明明自己好几个人，对面就1个不知火了，被对面翻盘的？要稍微注意一下操作，就是说，
你在不知火二状态对不知火二状态的时候，只要你有化金，你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不知火套个提甲，好吧？你这个不知火是不能被偷掉的。其他化金的话呢，持甲不一定要给啊，持甲不一定要给，因为是这样，不知火它的伤害啊，它是这个不知火既然不夜的伤害是跟它还有几点鬼火是有关系的。这里可以套提甲，因为可以奶一点上来。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全队奶比较多的话，特别轻击这么肉，他一个近忍不夜打不掉如果你要指望你一个近忍不夜去秒对面不知火的话，你要给不知火多省一点火。持甲的话反而没有必要套这么多，因为持甲你打上去对面能奶回来，对吧？好，我们再看一局，还是这样一个阵容啊，离青白晶晶，就是我这局的我做剪辑的时候，就把一些对面实在是白给的局，或者说中间的一些翻牌的阶段啊，就是放大镜的环节全部剪掉了。这个就是这一整套这一整个号组的斗技，一个是记录我前面放过了，还有就是说大家对全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翻我录屏组的视频啊。这一期应该是7月17号晚上的录屏，7月17号晚上的录屏，大家搜一下靠脸混饭录屏组，然后有全程的录屏，包括除了这个号以外，这个号打完了，后面又打了一个号，另外一个号配置可能再低一点，那也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阵容的强度绝对是 OK 的，去打一些现在所谓的可以反打轻击的一些3000以下的套路都是比较稳的。然后对面这个阵容可能是之前一个李九挺流行的阵容吧，就是李九吞白再加个金云机去的反打化金队。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对面有金云机啊，记住有金云机的时候，你到蛇的回合，你小蛇放出来之后，你记得把降骨之瞳往对面的小白头上招呼，这样的话他小白就奶不了，对吧？你看他的金云机，你看不知火这边，那其他4个人鬼吞金云机不知火9次打血量又满了，对吧？虽然说化金被持甲护了这么多下，到了小白的回合，对吧？本来也是要奶上来的，但是有降骨之瞳就可以挡住。所以说，金鱼姬是克化金的，但是你化金搭着轻击呢，这个金鱼姬就奶不过来了，它起码有一个单位会奶不过来，就是被这个轻击上了降骨之瞳的单位会奶不过来，那这个化金这个小白就会很容易拆掉。是吧？一个给自己，还有一个也给自己，因为不知火在前面行动过了。好，再拉一下，打。对吧？这一局的话，小蛇就是给9次量，不是给，就不是那个小蛇，我觉得尽量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就不需要给小白的，因为。小白的话，你给他一个降骨之瞳，把他拍死就完事了。你去压制他的输出单位。像他这个回合的话，9次量又奶不了，而且9次量现在的伤害会非常的感人，但是我们可能看不到9次量下一次输出，他就要原地暴毙了。好了，我们家真正的主播叫了2声，我作为代播可能要下播了。然后 OK 啊，再拉了一下鬼吞。可能是期望，但鬼吞好像就在后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拉了一下。OK， 包括有9次阳的斜战，其实这个也不会痛的。金运气再拉，好，这边在星火满天，后面又到化金了，对吧？像他这个小白是早就暴毙了，他就有奶的情况下，他的小白都早就暴毙了。我们这边不带奶，就这个小白还坚挺的站在这，这就是。化金啊，就同样两边都带小白的情况下，有化金的这一边的优势，或者化金的多的这一边的优势就会很大。我这个阵容怕什么呢？可能有点怕控，对吧？有点怕控。但是怕控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无脑翻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对面有控，你带融入到化金，你融入到只要触发，对面的控就白给了，对吧？包括你最后一手也可能，如果说。大家后面这个阵容不知道会不会流行起来？如果流行起来的话，对面用最后一手掏睡珠之类的方法来针对的话呢，那你们的小蛇就直接给轻击的小蛇直接给睡珠，无限给睡珠降速，让他控不过来，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也可以考虑最后一手反偷一个鬼吞嘛，对不对？也不是不行。
这个就是后话了，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攻略发出去以后，这个阵容大家的接受度是怎么样，会这个阵容玩这套东西的人会变多，还是大家觉得这套阵容可能还是要求太高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反正就是说，如果后面有上睡猪偷的话呢，就大家注意一点操作，或者说我后面再给大家更一期攻略也可以。这期的话呢，这里呢又是一个这个鬼童玩加上星熊的组合，这个星熊我倒也没看懂，我这边为什么要上星熊呢？我这边也没有他很需要去控的单位啊。然后这局的话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他的鬼吞应该是比我轻击快吧？我看我现在轻击小时还没有放出来，对吧？就是我说全家最好的一速招财给轻击，就是因为如果轻击在3000以下，那个速度如果能比鬼吞快的话就会不错，但是如果轻击的速度没有鬼吞快，那打一些局会比较蛋疼，比如说鬼吞加大野丸那种光速鬼吞加光速大野丸加俩化金的这种那种队伍呢，打我这个队伍是可以打赢的，但是这个鬼吞初始速度109，轻击初始速度是118啊。如果说对面鬼吞比你招财轻击快呢，就是练度上面的确有些差距。但是即使练度上有差距，这个对局还是可以翻过来。这个就其实就是，这套阵容的比较强的地方，就是一个低配照样可以打的一套阵容。对面鬼童丸又进了这个烈红狂杀，但是没有大蛇拉3波的鬼童丸，他的烈红狂杀他只能上一个锁，只能上一个锁，所以说也没什么用。上一个锁的话，我的小白他都不一定拆得掉。这个比丘尼忘记带星之咒了，带的是星陨，那难得可以用星陨就用一下吧。像这边的话给小白补一个体甲，对吧？然后对面一个是我这边没有锁，他这个烈红狂杀输出很低，还有一个就是套了一个体甲呢，他这个伤害就更低打完一波以后居然一个人都没死，对吧？而且本来就是残血的情况下，再来一下烈红狂杀，小白居然还站着，再来一个惊人不夜，小白终于倒下去了。好，那这个时候对面的鬼童丸只能选一个杀，要么杀不知火，要么杀轻击。我觉得杀谁都一样。好，然后只要化金还活着，不知火残局，记得给自己不知火补一个体甲，这个操作反复强调。这边的话还差一丢丢没有关系，再给自己补体甲，对吧？就是尽量不夜，就是看他最后砸几下嘛，对吧？那如果两边的化金血多，那就可以多挨几下，就给对中间的这个不知火去省一点输出，再一个尽量不夜，对吧？这不就顶住了吗？对不对？就是你看着这个局好像说很惊险，对最后的时候拼尽染不夜，其实是稳的，对吧？其实打多了你就知道这种局是稳的。你化金的一些局呢，你打到最后，其实就是说，你如果能比对面多一个化金进2状态，那就是你的2状态的不知火比对面多一个体甲，那你就是很大的优势了，对吧？你看上去很惊险，其实是很大的优势。你这个套一个体甲，对面尽染不夜能打死你是很难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局，还是一个不知火带轻击，也不是坐地这个其实就是不知火带的队伍的风格的问题。我个人猜测，现在3000以下可能轻击的队伍会比较多，有的是纯坐地，什么小白、日和坊、金云机什么的，或者带玉转金的那种；有的呢是像对面这种偏控制的队伍，带个云外镜，然后带小松丸的这种打法。我个人认为到后面可能我现在这个推荐的这个阵容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阵容的话。已经是在高分段经过洗礼和验证的一个阵容了。就是这个阵容，虽然说还是有些其他继续套娃的办法，但是，这一套阵容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能力是在这边。就对面要是玩一些花里胡哨的这种东西就我们最后一手的变化，对吧？有很多玉转金、彼岸花、星熊、炎魔，对吧？也不是一套死的阵容，是一套你可以死翻。你可以死翻这一套，然后呢，其实你想走一些灵活的变化也是有的玩的一套阵容。对，包括大家如果看我最近直播看的比较多的话，会发现我自己的大号也经常在玩这个阵容，对吧？那这个阵容的升级版我已经看到一些了，比如说前面说的卡速问题，对吧？小白有可能会把速度卡比较死，那就会有偷鸡的，对吧？你小白是散剑的，这个队伍似乎缺一个木妹尾所以说有的人我看到已经有用鬼使白打的，包括用轻击打的都有这个就是
套娃就不提了，3000以下就不考虑套娃，3000以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用一个这种猛。好，对吧？这个预言快到9层了，就把它打下去。像对面这个队伍连奶都没带，是真的没有什么前途了。包括小宋丸踩化金的话，效果也是很差的。小宋丸的话，我估计上场是为了克制金鱼姬也好，克制云外镜也好，那小宋丸还会比较有用。但是小宋丸要去打化金的话，那就完全没有优势。看对吧？就是我用这个阵容打的节奏呢，你就永远会发现对面啊一开始对吧，一波的很热闹啊，一会儿打一会儿打，然后到我化金这边走到第2轮回合，那基本上就没了。好吧，那这期就差不多是整个上明室的一个全过程了。这个就是阵容和御魂呢片头都放了，然后打法后面放了。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欢迎评论区或者私信见，好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观看。